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体块，它要比方块呢更加贴合头骨的造型。那么想必有很多小伙伴已经看过很多的教程，大家看的最多的应该都是从一个方块来理解头部。比如说，我们先画一个方体，在这个方体里面去找一个头部，然后五官在正面，耳朵在侧面，头顶顶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虽然这个方法很关键呢，但是呢，还是有一点我想说，应该是有很多同学在这个位置会容易出问题。画完了方块之后，其他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轮廓，在这个方块里的什么位置是不好确定的，是在这里啊，靠里一点啊，靠外一点呢，还是贴着边儿来画，这个就容易出问题了。其实呢，这个问题在于哪儿呢？对于方体的理解和对于头部结构的一个理解中间存在断层，所以说方块的理解很必要，但是不能停留在方块啊。我们要掌握好头部，必然先从头骨开始，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因为头骨基本上决定了头部的整个外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眉弓的位置是体表的一个标记点，这里额结节的位置也叫额丘，是体表的一个重要的标记点。这个位置两条线，这个是颞线，它是体表的骨骼标记，非常重要。颞线在这里有一个转折，也是眉弓往侧面走的一个转折，眉弓转角。从眉弓下来有一个坡面，那么这个坡面呢，其实也是骨骼的形状。我们从人的侧面去看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你看这个鼓出来的地方就是眉弓。那么我们要知道骨头长成这样，我们在画人的侧面的时候，这里是不是自然就能够带得出来这个小特征？带着这个小特征，那它就显得更加的生动。再往下就是鼻骨，那么从眉弓转角下来，这个位置就是在人体表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颧骨，它也是决定外形的一个部分。鼻骨的宽度就决定了鼻子的宽度，然后再往下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这里是颧突，颧突对应的呢是犬齿，犬齿的牙槽上面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它是正面与侧面的分界，因为这个部分在这个位置啊转折比较明显，所以呢就把它看作是骨骼标记，看作是一个骨点。再往下面来啊，其实上面的牙齿啊是前面的这一块儿是稍微包裹着下面的这一排的，所以说下面的这个牙是往里去的，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明显。再往下来，前面这个位置是突出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嘴巴下来，下巴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接到了脖子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骨骼是什么样的呢？猜想啊，大概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下颌骨的前面科隆突的这个位置没有凸出来，所以说导致它外观看起来是没有下巴。哎，它有这样的一个造型特点。那么前面这一块儿叫科隆突，它是一个骨骼标记，它也影响着外形，它有和没有都影响着外形。那么再往侧面走，这一条边也是比较重要的边，它是头部的侧面和底面的一个交界。但这条边在人体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清晰。再往后走，这个位置比较明显，这个转折点，这个骨点叫下颌角。下颌角是下颌的底面和后面转折的地方，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必须要有。咱们画人的时候，如果没有这里啊，没有这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没有这里，它看起来不像一个下颌；有了这里，看起来似乎像个人。这些就是头骨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骨点，也是影响外形非常重要的一个骨点。那么影响外形的还有整个颅骨的顶上，这些地方都是影响着头部整个外形的。鼻骨两侧，我们掌握头骨，你可以记不住这些骨骼的名字，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造型，这个是不影响的。很有可能你会画，但是叫不出它的名字啊。我们画画的目的是为了画，只要会用就行。那么了解了这些骨点以后，我们再去用头骨进行一个归纳和概括。
从两侧的眉弓角相连，得到一条弧线，在这个颧骨的位置，大概找一个看似合理的转折的区域，既能够往后走就到侧面，往前走呢就到前面，大概在这个位置，把眉弓转角和它相连。然后在这里呢，我不往里走，也不往下走，我往前走，让它和颧突相连。那么在下颌前面，这里是科隆突，在科隆突两侧有两个小鼓点，这两个小鼓点呢是下颌结节，我们可以把它们相连，得到这样的一个形状。这里是额结节、额丘的位置。那么我们把额结节相连，得到了额头这个面。然后我们从颧骨顺着颧弓一直连到后面，连到耳孔前方。然后呢，我们从这里和下颌角也可以连一下，这样我们得到了头部的侧面，也就是这个三角面，这个是个侧面。那么在它和正面之间这一块是半侧面，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头骨的体块。这个体块对我们来说更加的重要，我觉得比一个方块来的更加实在一些，所以说更加重要一些。这里是头部的中线。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仰视和俯视的，分别还是找到这些鼓点，并且相连，概括成一个比较简化的体块结构。颞线分出来额头的前面和侧面，以及头顶的侧面和顶面。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俯视的，俯视的顶面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可以先从顶面来，顶面、侧面、额头的前面，把这块相连，后面颧骨到下颌角，侧面和半侧面的一个分界，这里也加上侧面和半侧面的一个分界。看一下，这样就得到了头骨的体块。这个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体块，它要比方块呢更加贴合头骨的造型，然后上面的这些转折、这些交界也比较符合头骨上鼓点的特征。那么我们要是想要默写一个头骨的话，我们可以从哪开始呢？先找到一个眉弓骨，注意眉弓骨啊不是直的，那么它的趋势呢是有弧度的，两侧略微往后的，颧骨的位置我们要注意两侧的颧突趋势要和它在一个透视内。大了小了都无所谓，我可以调整。颧骨、颧弓、侧面、半侧面、下颌角、额突，再进一步修饰它的形状特征。这样的一个头部体块，它应该是更好运用和理解的。如果说我们画到方块，用方体去理解头部，运用的不是很合适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呢进一步去掌握头骨的造型，把头骨掌握透彻了，一步一步的来，头骨掌握透彻了，头骨的形态特征掌握的深刻了，那么各个角度我们都能够画得出来这种体块结构了，我们再尝试着往上去添一些肉，让它变得更加符合真人的形状特征，再一步一步补充完善，逐渐的越画越准确，越画越完整，越画越深入。所以说学画画千万不要着急，我们要耐住性子，一点一点的把困难解决掉，千万不要指望着一节课就能够画成大神，听了一节课就完全会了。如果你要听到谁跟你说仅需这一节课或者这一个课就能够让你掌握什么什么什么啊，千万不要相信，除非这句话是我说的。我们要能够接受自己
是慢慢变强的，而不是一口吃个胖子。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一个头骨体块结构的概括。